因为一张喂猪的照片，我被贵族学校的同学们排挤。贵族学校混进了一个小镇做题家，即便陆文文考上清华又怎样？还不是回村里养猪，拿什么跟我们比？高三寒假第一天，我妈就迫不及待地把我送到乡下，不是因为乡下有我的亲人，而是她给我报了一个体验生活寒假班。虽然父母很有钱，但并不娇惯我，在家让我要洗衣做饭就算了，现在还要让我去农村插秧养猪，真的我亲爹妈。高三下半学期开学时，父母倒是投资新产业，把我转到了是贵族学校前文中学读书。一段时间后，我发现班里的同学都在疏远我，我没太在意，因为我是插班生，所以我觉得大家疏远我，可能是因为不熟悉，处熟了就好了。为了和同学拉近距离，我给全班同学买奶茶喝，同学们却不愿意喝我买的奶茶。其中一个女同学阴阳怪气道：“你爸妈送你进前文中学上学，怕是掏光了家底，你就不要再打肿脸充胖子了。你这么花钱，父母要卖血卖肾了吧？”我并未跟同学们提过我的家庭，父母一直教育我在外要低调。我衣着简单朴素，不像他们那样穿一身名牌，所以他们这是以为我家里穷。这样势利眼的同学，我也不必交好。我在没有刻意去讨好同学，而是埋头学习。我在 S 市上学时，成绩就名列前茅。进入前文中学的第一次月考，我考了全班第1名，打破了宋真蝉联高一高二每次考试第1名的记录。但是没有同学恭贺我，他们都去安慰失意的宋真：“没关系的，下次你一定重回第1名。”是的，是的，在我们心里，你才是真正的第1名。放学后，我走出校门，想起来公交卡忘在了教室里。我返回去拿的时候，在窗户外听到了宋真的声音：“贵族学校混进了一个小镇做题家，即便他陆文文考上清华又怎样？还不是回村里养猪，拿什么跟我们比？回村里养猪。”我在巷子里堵住了独来独往的谢宇，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奥数笔记本贿赂他。我知道谢宇早就记于我奥数笔记本上的解题步骤，或许是怕跟我走得近了会得罪班上其他同学，他上次想问我借时，欲言又止，最终也没开口。我把笔记本塞到他怀里，一本笔记本换几句话，行不行？他犹豫了下，点点头。你问吧，班里同学为什么疏远我？你刚转学过来时，有个同学无意间看到了你书包里的照片，拍下来发到了同学群里。那是一张你在村里喂猪的照片，所以大家以为你家里是养猪的，不太看得起你。那你呢？跟他们一样认为吗？我只是不想多事。我能理解谢宇，毕竟在班级里被孤立的感觉不好受。这件事，我没告诉爸妈，我不能在班级大声喊我家很有钱，我也不会穿金戴银得去显摆。我管他们怎么以为，我该怎么过还怎么过。我还是会穿国产运动鞋、网购的衣服，坐公交上下学。齐萌姐联系我，说她从乡下带了笨鸡蛋要送给我。齐萌姐在市公办高中一中当老师，我是在寒假生活体验班上认识她的。我喂的猪就是她家养的，但我们的缘分还不仅如此。村里有人娶媳妇，我和寒假班的同学去围观，我发现伴娘齐萌被一群男人以婚闹为名吃豆腐。我当机立断，跑猪圈把拴着铁链的大狼狗放了出来。我喂猪时跟狼狗混熟了，他跟着我跑到婚礼现场，看见齐萌被欺负，大狼狗扑上去咬那几个男的，齐萌得救了，拉着大狼狗斥责参加婚闹的男人，他们不承认猥亵，说只是闹着玩而已。我站在一旁适时提供了自己拍的照片，这些男人在时政面前不说话了，个个脸色都不好看，但看着龇牙咧嘴的大狼狗，他们也不敢上前，灰溜溜地散开了。我和齐萌姐从此感情更深厚，成了忘年交。我原来的成绩虽说不差，但因为讨厌数学老师，数学成绩一直拖后腿。211大学毕业的齐萌姐姐数学得过奥数奖，我在她家喂猪，她辅导我学数学，知心姐姐1对1教学，
那些我原来听不懂的公式、解题思路，突然就茅塞顿开，越学越有劲。开学进了前文中学后，我轻松考了全班第一，离不开启蒙姐姐的悉心辅导。只是可惜她不是我们学校的老师。不过对于她来说，在公办学校当老师不会像贵族学校这样处处都在攀比，她能活得自在些。拿到启蒙姐带的一篮子鸡蛋，我心情大好，因为那些下蛋的鸡我还亲自喂过呢。竹编的小篮子里满满摆放着鸡蛋，用一块旧毛巾盖着。我挎着篮子，有点像采蘑菇的小姑娘。我不自觉哼着歌，把篮子挎进教室，放到书桌下面。下一节课是英语课，老师讲课没多久，前排的宋珍就举手道：“报告老师，教室里有鸡屎味，让别人怎么专心听讲啊？”他说完，回头看我。我看了看书桌下的竹篮子，乡下土鸡生的蛋，有的确实沾上了鸡屎，不过都是干鸡屎，味道不是很重，但也并非一点都没有。经宋珍这么一提，同学们纷纷捂鼻子，用厌恶的眼神看着我。我说教室里怎么味道怪怪的？原来是穷味，什么脏东西都往教室里带。当这里是镇上的乡村学校吗？英语老师敲敲桌子，示意大家安静。待教室里安静下来，英语老师对我说：“请陆文文先把农产品拿到教室外面放着，以免影响别的同学上课。”老师都开口了，我也只能拎着篮子往外走。不知谁的腿伸出来绊了我，我身体重心不稳，往前一扑，摔倒了，一篮子鸡蛋打翻，滚落到地上，碎了大半。我的膝盖磕破了，很痛，一时站不起来。我想扶着旁边人的课桌站起来，手刚搭上桌沿，就被那位女同学掰开了手，我又摔倒地上。对方嫌弃道：“你一手的鸡蛋液都沾到我书桌上了，脏死了，好恶心！谁有那个消毒液？借我消毒。”讲台上的英语老师没关心我的伤势，反而皱了皱眉，不耐烦地说：“这弄得走道都不能走人了，还有一屋子腥味。陆文文，你课不用上了，赶紧把这里打扫干净。”我看着同学和老师鄙夷的表情，心里冷笑一声。我低头捡起一只未破的鸡蛋，目光扫了一圈周围桌子下面同学们的腿，辨认出绊倒我的那一个，目光一寸寸上移。我看到绊倒我的女同学娇蛮得意的脸，我嘴角玩味地勾了勾，鸡蛋在手里把玩了一下，然后砸到那位女同学的腿上，蛋液顺着光腿神气往下流，女同学哇哇大叫地跳起来。啊！女同学哭诉：“老师，我刚刚是活动一下腿部，不小心才绊倒她的。可她故意拿鸡蛋砸我，还是沾了鸡屎的蛋。”英语老师怒道：“陆文文，你干什么？”我不紧不慢地站起来，甩了甩头发道：“我也不是故意的，只是手滑了。刚才女同学故意绊倒我，英语老师视而不见。现在我回敬这位女同学，英语老师反而要主持公道了。他尖细的指尖指着我：“你看你什么态度？在我的课堂惹是生非，是没把我这个老师放在眼里了。打扫好卫生，给我在课堂外罚站去。”我冷冷转身，一瘸一拐地去教室后面拿拖把拖地。蛋液不那么容易清除，我腿又受了伤，动作很慢。老师在讲课，同学们在听课，只有我一个人，像商场的清洁工一样，穿梭在走道上，一点点地拖地。谢宇的余光时不时看向我，他低着头，手握成拳又展开，似乎在做心理斗争。我觉得他是想帮我，又没那么多勇气。宋珍的父亲是数一数二富豪，谁都不想得罪宋珍，尤其谢宇家的公司跟宋珍家的公司有业务往来，他更不敢明目张胆地帮我。我家的资产比宋珍家多得多，只不过我爸的生意不在 A 市做，他今年才准备进军 A 市的产业，所以是没多少人认识他。我无所谓谢宇帮不帮我，也无所谓刚刚受到的屈辱，我是来学习的，不是来纠正其他同学的势利眼和懦弱的。我假意忍让，看看宋珍他们到底能做到什么地步。直觉告诉我，宋珍还是会继续打压我的，等着瞧吧。
我越是表现懦弱，他就越猖狂，他越猖狂，我就有更多办法让他自食恶果。由于带着伤打扫卫生，还在门外站了半节课。下课后，我腿疼得厉害，没出去活动，坐在位子上刷题。过了会，谢宇气喘吁吁地从外面跑进来。此时教室里人不多，寥寥几人，要么在聊天，要么在看书。他趁机塞了一盒药到我桌肚里，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地回到座位上。我回头看去，少年脸上散发着热气，额前的汗水晕湿了短发，微红的脸庞像半熟的苹果，不够成熟，却充满蓬勃的朝气，让人心生期待，期待他成熟那一刻的美好。他刻意躲避我的视线，我一移开了视线。我不打算拒绝谢宇的好意，谢宇明面上还是宋真他们一伙，以谢宇的谨慎性格，最适合做我的线人，所以我要私底下和谢宇做朋友。亏得谢宇谨小慎微，若他是个愣头青，直接站出来维护我。虽然少年为了别人与全世界为敌的桥段显得他很酷，但遵纪守法的好学生往往斗不过坏学生的阴招。我把药膏揣兜里，慢慢走去卫生间给伤口涂药。手机收到短信，是谢宇发来的：“你在女厕吗？他们准备往你身上泼水，人已经过去了。”我不屑地哼了一声，泼水这种手段也太 low 了吧，不过倒是挺恶心的。试想一下，正在上厕所时，头上被人泼一桶涮拖把的脏水，这拖把还是拖卫生间的，等人擦干净，提上裤子走出去，外面的人早跑没影了。厕所里没有监控，他们只要死不承认，加上学校有意保护宋真这种学生，最后多半会不了了之。我走到外面，探头看了一下，他们已经在走廊了。我若这时候走出去，顶多让他们的恶作剧胎死腹中，他们下次还会找机会霸凌我。我看了下时间，上课铃快响了，这会儿卫生间已经没什么人了。我灵机一动，闪身躲进了男厕里，随便拉开一个隔间躲进去。女厕那边传来一阵脚步声，继而安静下来，估计他们是在锁定我的位置。我离开女厕时，扫了一眼每个隔间的标识，是有人还是没人，以此可以判断卫生间里的人数。除了我，还有一个人。我跑到了男厕，宋真他们多半会以为唯一留在女厕的那个人是我，毕竟没人看到我走出卫生间。果然，片刻后，女厕传出哗啦啦的水声和一个女子的怒叫。是谁？我走出隔间，看到一位正在小便池小便的男生，对方吓了一跳。我没有看他的正面，而是脸部红心不跳的移开目光，赶紧的，跟我出去一下，有事需要帮忙。对方提上裤子，我不等对方开口，一把拉住他的胳膊，把他拉到外面，拦住正要逃跑的3个女生。宋真不在，是经常围着他的3个脑残粉，真是可惜。不过惩罚一个是一个，我大喝一声：“你们在干嘛？”3个人见到完好无损的我，惊讶不已，脸色都变了。此时，浑身湿透的女教导主任从厕所里走出来，那脸色要多黑有多黑。现场就我们5个人，我那个被我拉着做证人的男生，还有3个作恶的女同学，5个人都算是嫌疑人，都被叫到了办公室。男生为了自证清白，说是和我一起从男厕走出来的。老师，您要不信，小便池还有我没来得及冲的尿液呢。老师皱眉挥挥手，让他站一边去。老师问我为什么会进男厕，我说我只是看到有人在卫生间作恶，到男厕找人帮忙逮住作恶者。特殊情况特殊处理，紧急情况我去男厕所找帮手，不算是错误行为。倒是那3个女生，鞋面还残留着溅到上面的脏水，她们的辩解没有说服力，在老师们严肃的审问下招认了，却没供出幕后主使宋真，还真是忠心。据说教导主任回去洗了4、5遍澡，回到学校足足骂了那3个女同学1个下午，记过处分叫家长，还要让他们在全校师生面前念检讨书。还有，我看不下去英语老师的师德，
我没少交1分钱学费，他这么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实在不配为人师表。所以我回去略过了鸡蛋和卫生间泼水的事情，只是跟我爸提了一嘴我不喜欢英语老师，可能会偏科。第2天上课发现换了个新的英语老师，讲课比昨天那个条理清晰，而且全程英文对话。我对我爸这种低调的超能力感到满意。我随我爸、宋真他们安分了一段时间，听谢宇说他们在调查卫生间事件背后的叛徒。我问谢宇：“你怕吗？”谢宇说：“不怕，我不主动暴露，但也不怕他查到。”谢宇的行为举止畏手畏脚，但触碰到他底线，他亦是坚忍而无惧的。他身上的这种矛盾感，就像我曾在村头看到一些农村孩子，平时看上去是自卑的、怯怯的、胆小怕事的，可一旦被惹急了，他们就变得勇敢无畏，敢于反抗强权，敢于斗争命运。自卑来源于这个社会对他们的偏见，而勇敢来源于他们的骨子里。我看着谢宇抱着书本离开的背影，满心疑惑，从小家境优越的谢宇，性格怎么会那么像农村孩子呢？他们查来查去，没查出什么来，只当是我走运，提前发现了他们。我原以为宋真他们后面还会处处针对我，没想到他们改变了策略，有意的在我面前示好。先是那3个在卫生间倒脏水的女同学请我吃饭，向我赔罪，再有宋真用爱马仕的包包来装零食，还好心的分1包零食给我，说是他妈妈在国外旅游带回来的。我扫了一眼包装袋上的英文，我对坚果过敏，婉拒了宋真的好意。宋真的同桌吃了声假清高，宋真假模假样的拍了下同桌的肩：“别这样说，都是同学。”课下，宋真私下里对我说：“同学们都是因为跟我太要好，才针对你的，不是我指使他们孤立你，他们以后会慢慢接纳你的，希望你能融入班级大集体。这周末我过生日，请你参加生日晚宴，可以吗？”我一阵反胃，宋真这是将白莲花演到底了，他把自己责得干干净净，以为我不知道他是幕后主使，他要演戏，那我就看看他想干什么。好啊，你就不要带什么礼物了，人来就行。宋真笑得人畜无害。宋真生日那天，放学时学校门口停了一排豪车，都是宋家派来接我们去参加生日晚宴的，礼物还是要送的。这不，昨天齐萌姐刚带给我一只老母鸡，便宜宋真了。宋真原本想跟我坐一辆车，看见我手里提了个编织袋，编织袋里面还有家禽在动，她连忙后退了几步。我咧嘴一笑，家养的走地鸡，吃谷物长大的，炖汤绝对香浓。宋真以手背掩鼻，讪笑道：“谢谢。”我带这山窝窝走出来的土鸡坐一回跑车，给鸡大姐激动的，在车里还下了个蛋。到了宋家别墅，宋真让厨师把编织袋拿进厨房，然后拉着我去参观他们家大别墅。我全程故意装作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哇，你的房间好大，好漂亮，你家的别墅的房间真多，我要不跟紧你，都要迷路了呢。晚宴上，宋真打扮得像公主一样，穿梭于同学们之间，如众星捧月。我吃饱喝足，坐在一旁，脑海里思索着白天一道没解出答案的数学题。一位女同学拍了我一下，我回头，一脸迷茫。女同学挑眉道：“宋真家这么气派，你不羡慕吗？”我羡慕个屁！你们说我羡慕，我就羡慕吧。我点点头，仿佛发自内心的感慨：有钱真好。此后，宋真和他的狗腿们更是3天2头请我出去嗨皮，搞得跟我关系很好一样。谢宇说，他们这是糖衣炮弹，硬的不行，用软的，先跟你打好关系，在你面前炫富，勾起你嫉妒心，让你在物欲中迷失自己，时常约你出去玩，你就不能安心学习，宋真就能夺回第1名的地位了。宋真为了在成绩上打败我，真下了本钱。他的狗腿们每次请我出去，去的都是高档场所，一杯咖啡好几百，一瓶红酒上万。我其实多么不想让他们破费，
但是他们生拉硬拽都要把我带去，糖衣炮弹是吧？我不狠狠放他们点血，对不起他们这计划。我在网上查了下，是最贵的咖啡馆。女同学再次请我出去玩时，我说那几家餐馆、咖啡厅我都去过了，腻了，换一家吧。他们按我的要求去了最贵的那家。我点了杯店里的招牌咖啡，抿了一口，果然纯正，价钱也纯正。我连连叫绝，把这家的咖啡夸得天上有，地下无。夸完了，我说我的朋友都没喝过这么好喝的咖啡，我能叫他们也来尝一下吗？女同学不甚在意地说：“你叫吧，这个店有我的挂名卡，消费都记我账上。”我发了短信给齐萌姐。半个小时后，齐萌姐带着他们班40多个学生走进咖啡馆。一中放学时间比前文中学晚，我昨天提前跟齐萌姐说好，今天请他们全班同学喝咖啡。咖啡馆离一中不远，他放学就直接带学生过来了。宋真的狗腿子们看到这么多人，傻眼了，但话一说出口，他们只能含泪买单。他们花的钱自然要找宋真报销。宋真虽然家境好，但毕竟是学生，家里给的生活费不是无上限的，一下子花这么多，他也肉疼。不久后的模拟考，我的成绩依然领先宋真。宋真这叫无效投资，钱白花了。试卷发下来的那一刻，他气得脸都绿了。后来他们又想了点子，怂恿谢宇追求我，让我陷入爱河，然后再让谢宇把我甩了。我失恋后心情必定受影响，最好是无心参加高考。谢宇明面上答应他们追我，当着他们的面给我写情书。我收到情书，表现出一副很惊喜的样子。我和谢宇经常偷偷约会，其实我们是去找齐萌姐学习奥数题了，拿恋爱当幌子去学习，说出去谁信？谢宇按他们计划甩了我，地点是在学校后面的公园里。宋真躲在假山后面，我和谢宇对视一眼，开始表演。谢宇冷声道：“陆文文，我不喜欢你了，我们分手吧。”太夸张的话，谢宇说不出口，就这句台词，还我俩昨晚对了2个小时，他才说得自然了些。而我就不一样了，我从小就是戏精，我爆发出琼瑶式的演技，哭得梨花带雨。谢哥哥，你不要抛弃我，我不能没有你。谢宇嘴角抽了抽，拼命掐自己的手心，控制着自己不要笑出声。可能是宋真听到我受挫，过于高兴，没有听出我浮夸的声音。宋真在假山后面笑出了声，我暂停了哭声，故意问谢宇：“什么声音？”谢宇道：“估计是野猫吧。”我继续扯着嗓子嚎了一会，天上下起了阵雨。我和谢宇站的位置是在一处凉亭里，下雨也不怕。可假山后面每连个遮风避雨的地方也没有。那宋真，这个时间段，这个地点，可是我研究了天气预报，精准预测好时间选择的。戏继续演，我拉着谢宇，哭天抢地不让他走。我俩不走，假山后面的野猫也不敢出来，只能淋雨。待瓢泼大雨停了，我和谢宇才离开。我躲在车里，透过车窗看着淋成落汤鸡的宋真骂骂咧咧地上了出租车，我笑得前仰后合。我家保时捷的车窗，从外面是看不到车里的情形的，而且我从未坐过这车去学校，他压根也不知道这是我家的车。他坐的出租车和我家的保时捷擦肩而过，出租车里的他冻得直哆嗦。听谢宇说，第2天宋真上学时脸色发黑，感冒发烧了。我没亲眼看到，因为跟谢宇分手后，我表现得意志消沉，请了几天假。其实我是去参加奥数竞赛了。每个周末我要去上绘画班，绘画班上有个男生叫温琪，是前文中学的校草。校草吗？还是有那么点魅力的。我即便不想在高中谈恋爱，看到精致漂亮的男生，还是会多看2眼。一堂课上画人体素描时，老师让身体比例匀称的温琪当他的临时模特。我正大光明地欣赏了校草的腹肌，而且还正大光明地画了下来。我的画被老师点名夸奖，说我观察的细致，
连模特左腹部一个米粒大的黑痣都画了出来。我只是视力好啊。班上其他同学用画板挡着脸偷笑，温琪则背对着我们，慢条斯理地穿衣服，我看不到他的表情。后来在学校操场碰到温琪，他拉住我，问我是不是喜欢他。我指了指手里的英语同步词汇，道：“我妈要我好好学习。”我打开小册子继续背单词，头顶传来温琪一声低笑：“你若愿意跟我在一起，未来你上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我们家都包了。”我没抬头，手指捏紧书页，忍着想拿书砸温琪那张迷倒众多女生的脸的冲动，沉声道：“不需要。”温琪的大长腿还杵在我面前，纹丝未动。他双手抄兜：“你想得到奖学金，用来当学费是吗？何必这么辛苦呢？你看前文中学的学生，有多少像公办学校的那些书呆子一样苦读的？贵族中学有贵族中学的教育方式，我们本来就不止高考一条路。你看你，花样年华，活得死气沉沉的，读书读傻了似的。你周围的女生哪个不是打扮得美丽动人？这就是前文中学的学生面貌。在这里穿名牌、化妆是稀松平常的事，连炫富都算不上，只是学生的日常。因为大家都富裕，不会有人眼红。我不知道你的父母为什么要把你硬塞进前文中学，可能是养猪赚了点小钱，产生了暴发户的心态，以为可以跻身上流社会。我只能说，他们鼠目寸光，不晓得多少资产才为有钱人。或许在你们村，你们家是首富，被其他人艳羡追捧，但在前文中学，你们的家境一点都上不了台面。这温琪辩证起他们的优越感来，像唐僧念经一样。我好想拿耳塞塞住耳朵，顺便跟他大声说：“请你圆润的滚开，你打扰我学习了。”我学着村里人的乡音说：“俺村里老人说了，外面男人靠得住，母猪都能上树。俺和俺们村的二狗子青梅竹马，定了娃娃亲的。你来晚了，俺早就是二狗子的人了。”我说完，转身离开，徒留一脸错愕的温琪。我一边走，一边哼着调子：“城市套路深，俺想回农村。”温琪追我的事还是传出去了。宋真带几个女生把我堵在学校旁边的便利店后面，他们一伙人不跟我演同学情深了，露出了嚣张跋扈的嘴脸。这几个女生都是练过跆拳道的，虽然我也练过，但毕竟双拳难敌四手，被他们摁在了墙上。妆容精致的宋真走过来扇我的脸。温琪见惯了白富美，你这种山村野味对她产生了吸引力。不过是男的想换换口味罢了。你还真以为自己能绑上温琪？你刚入学就在成绩上压我一头也就算了，现在还跟我抢心上人。我当初就应该对你下死手，而不是跟你玩什么糖衣炮弹。宋真和他的狗腿子，你一拳，他一腿的打我，他们人多势众，我的反抗没有用。我在心里把温琪骂了几百遍。此时谢宇从巷口经过，谢宇在巷口驻足了一下，看清巷子里的情形，他毫不犹豫转身，他正要向巷子里跑，突然被闪现的一个人影推到了一边。温琪与谢宇擦身而过，快速跑向我。温琪一出现，宋真和几个女生急忙放开我，跑走了。虽然温琪救了我，可我并不感激他，要不是他，我也不会被这几个女生霸凌。反而是谢宇让我刮目相看。假如温琪没出现，他是准备救我的。他迈出了那一步，是成长的一步，是少年发芽的勇气。之前宋真的折腾没对我造成实质性伤害，我就没告诉家里。这次我实打实挨了打，受了伤，自然不会再瞒着。我爸气得不行，让我在家休息，他去学校处理这事。我爸是招商引资来的，前文中学的名额是他承诺来市投资时，市里主动安排的。我回市是想振兴家乡新型产业，市里非常重视。而宋家的产业耗能大，污染大，市里早就想转型了。我本想着大家都是商人，生意场上千丝万缕，躲不开要打交道，我没必要赶尽杀绝。
但这次我要做一次狠人了。我抱了抱爸爸，我没想用权势和金钱地位来打压别人，只想的一个公道。爸爸摸摸我的头，都怪爸爸妈妈忙工作忽略了你，不知道你在新学校被别人欺负，前文中学要是不给你个公道，我就撤资回 S 市。我狡黠一笑，我可不是个弱鸡，不会事事都让爸爸操心的。这次是我大意，以后我会更小心的。我们父女俩相视一笑，妈妈端来果盘，文文认养的果树结果了，你们尝尝，还挺甜的。我就是个会去栽树、养猪、插秧、种菜的姑娘，那又怎样？我吃自己种出来的果实，比在超市里买的香甜多了。我休息在家时，有齐萌姐帮我补习，功课倒也没落下。我爸调取了宋真他们霸凌我时的监控画面，去了趟学校，强烈要求校长处置参与霸凌我的宋真和其他女生，校长维护宋真。我爸回去直接把霸凌视频发到了网上，谢宇转发一条营销号文章给我，标题赫然是宋氏千金校园霸凌。网上出现了当初宋真带人打我的视频，不过我脸上打了码，打人的几个全部做了精细处理，面部特征清清楚楚，但舆论没有发酵起来。宋家花钱迅速压下了网上消息，校长本来还沾沾自喜，以为我们只能认栽。没过几天，前文中学的校长和我们班主任来到我家，恨不得给我跪下，求我回去上学，因为我受到霸凌，学校还不积极处理这事。我爸扬言要撤资，市里要靠我爸的项目增加 GDP， 怎么不焦头烂额？市里焦头烂额，自然要找校长的麻烦。市里的施压比教体局的施压更有分量。我入校时，爸爸为了保护隐私，要求市里不要刻意去讲我的身份。前文中学综合教育质量高，市里也觉得我不就是去上个学吗？打不打招呼应该都没事。他们没想到我们一家子不走寻常路，人家放假玩乐，我放假养猪，还因为此事被同学们当成小镇做题家。其实他们说的不算错，我父母白手起家，小时候我家里条件不算好，我一直在普通学校读书。我爸投资眼光好，后来赚了很多钱，但他们也没在择校上刻意去选择贵族学校。这次来的是学校是市里安排好的，我们家不挑剔，就近入学罢了。前文中学里多数学生非富即贵，每年都有插班生，故而校长和学校老师没有重视我，却没想到我爸爸的身份竟然这么重要。爸爸问我的意见，我当着前文中学校长的面说，我想去一中，去齐萌姐的那个班上课。我时常听齐萌姐说他们实验班的趣事，感觉那里的学生都好可爱，应该是个温馨团结的集体。校长当时情绪过于激动，额头冒汗，脸色苍白，晕倒了，不知道真晕还是假晕，反正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后，他就醒了，抓着我爸的手，求我爸千万不要让我转学。他专门派2个老师接送我上下学，在我上课期间，他们陪伴我左右，全方位保护我的安全，还要让宋真他们当真全校师生的面对我鞠躬道歉。我听我爸这么一说，想了想，觉得校长和班主任虽有所失职，但后面的态度转变的还算不错。快高考了，我转学到一中，也要花时间适应教学节奏，不如继续留在前文中学。校长在医院听到我答应不转学的消息，当即从病床上坐起来，立马就要办理出院，说要赶紧回学校安排宋真他们道歉的事。校长这边脱下病号服，那边就通知全校临时举行校园大会。我站在大会前台，宋真他们一个一个走过来跟我鞠躬道歉。宋真的脸色已经不能用难看形容，骄傲的公主第一次在人前被逼低头，她眼眸里是嗜血的红，牙齿恐怕都要咬碎了，吐出一句听起来异常幽森的对不起。我的目光看向人群中的谢宇，他微微一笑，羞赧地低下头去，余光瞥见一脸猪肝色的校草温琪，他眉头紧蹙，茫然痴愣地看着我，像个木偶人一样。
此后，我成了校园的神秘人物，他们没有人知道我的身份。关于我身份的猜测传出了很多版本，什么校长流落在农村的私生女，某高干流落在农村的私生女等等，合着我非得是私生的。校长每天都在校门口站着，看到我从教导主任的车上下来，他笑眯眯的，和蔼可亲的跟我打招呼：“早上好啊，陆文文同学。”教导主任成了我的同桌，每天亲自陪我上课，哪个还敢霸凌我？教导主任要求班级里要团结友爱，班里同学见到我都要奉上职业性假笑。你要出去吗？我让开，你先请。陆文文同学，你身上的衣服好漂亮，我也想买，链接能发我吗？陆文文同学，这是我从乡下买的笨鸡蛋，上次是我绊倒了你，害你的鸡蛋都打了，请你原谅。班主任日常把大家都要向陆文文同学学习这句话挂在嘴巴。我衣着朴素，大家也都不穿名牌了。我做练习册，全班同步拿出练习册来做。班级的学习氛围达到了教科书级别的程度。上课抢答老师提的问题，下课除了上卫生间，都在座位上争分夺秒的学习。有教导主任在班级，大家不学习还能干什么呢？戏演的逼真，真正学习的人却不多。除了谢宇，他比我学习要刻苦得多，真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前文中学的学生并不是说不学习，而是更注重全面发展。多数人没把高考当成唯一的路，但谢宇不同，他没参加别的兴趣班，只是一门心思学文化课。他眼神里透着对知识强烈的热忱，仿佛仰望了许久，终于碰到了星辰。他日常就是看书、背书、刷题，向老师请教问题，还有一看到我演算出新的奥数题，就两眼放光，跟我屁股后面，求我给他看。在这个青春躁动的年纪，他对我本人完全没有别样心思，跟我走得近，就是觊觎我的奥数解题能力。我在心里给他起个外号叫学疯子，比书呆子还疯狂的那种。没了宋真他们作妖，我和谢宇可以正大光明地做朋友了。两个人时常讨论学习问题，碰到我俩观念不同的问题，他这个直男也不知道让女生，嘚吧嘚吧地跟我辩论，像唐僧念经。可他这个唐僧念经，我非但不讨厌，反而觉得很有趣。至于温琪，他和宋真一样，是用优越感把自己隔离起来的人。他们高高在上，看人的眼光从来不平等。温琪只要一出现在班级附近，就会被班里其他男生赶走，因为这是班主任的命令，要尽全力保护我不受骚扰，专心学习。我瞅见天之骄子温琪俊脸涨得通红，吃瘪的样子，心情大好。宋真自从在校园大会上被逼跟我道歉后，就没再来学校上课。听我爸说，市里加紧产业转型，宋家一些污染大的加工厂已经停产了，宋家的资产缩水不少。宋爸给女儿找了联姻对象，宋真恋着温琪，不同意。宋爸威胁宋真，如果不同意订婚，就不让他参加高考，直接送国外去。宋真倒是不需要用高考来改变命运，但她高傲的性格，想证明自己无论从家世还成绩都是一等一的执念，让她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放弃高考。她在师生面前跟我道歉后，又小声补上了一句话：别得意得太早，高考我一定会赢你，别人的事我管不着。他有没有办法进考场，这是他的事。后来听说温琪去宋家说，他不曾喜欢过宋真，不会跟宋真在一起，让宋爸放心，请宋爸允许宋真参加考试，他不可能带宋真私奔的。宋真虽然摆脱了家人的管制，可以参加高考了，但还是哭了整整一夜。高考后没意外，我又被爸妈安排着去体验生活了。谢宇也参加了体验生活班，我俩一起在田里插秧。我发现谢宇插秧的手法特别熟练，他低头看着脚下的土地，眼里饱含泪水。我突然想到以前下乡插秧时遇到过一个小哥哥，小哥哥古铜色的皮肤，
裸露在外的胳膊线条流畅，劲瘦有力，眼眸澄澈，如同山间清泉。他手把手教会我插秧。小哥哥身世坎坷，他爸妈在外出打工时遇到事故，都去世了。年迈的爷爷奶奶养大了他，爷爷奶奶年岁大了，身体多病。小哥哥除了上学，还要干家里所有的家务和照顾爷爷奶奶。小哥哥很爱读书，家里却买不起学习资料，一本盗版必刷题，上面的题目常常出现错误。即便这样，小哥哥做的每一道题都认认真真，字迹干净。那个假期，我送给小哥哥一些图书和资料后，就没再回过这个村子。今年再次来到这村子，听说去年高考后，小哥哥出车祸去世了，他的爷爷奶奶伤心过度，前后脚走了。我看着眼前的谢宇，他的身影和小哥哥的身影重叠，我脑海闪过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谢宇是那个小哥哥。我试探性问道：“你是不是？”不是谢宇。他猛然抬头，眼眶红得吓人。他丢下秧苗，赤脚跑到田埂上，一直跑，一直跑。我跌得壮壮地跟着他，跟到了几座坟头前。谢宇扑通跪下，哭得上接不接下气。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小智来看你了。小哥哥的名字就叫王志。谢宇哭完了，我俩并排坐在老槐树下。谢宇擦了擦脸上的泪，轻声说：“我是王志，我才是真的小镇做题家。老师违规开补习班，很多知识他们压着课下才教给学生。我没钱上补习班，别人能学到的知识要点，我学不到。问老师，老师爱理不理，说我上课不认真。呵，他上课哪里讲了吗？同学们也不是不好，可成绩好的同学也不愿意花太多时间帮助我，人家自己还要学习。我只能自己领悟，别人考上一本，可能觉得是稀松平常的事，而我要豁出命来学，才能考上。去年查分的那天，我因为没有智能手机，半夜骑自行车到同学家去查，在回家告诉爷爷奶奶好消息的路上，被飙车的谢宇撞了。谢宇肇事逃逸，现场没有摄像头，查不到他身上。或许是因为上天怜悯，谢宇喝酒太多，加上逃跑时精神紧张，突发疾病去世。我重生到了谢宇身上，为了不被别人发现，利用谢宇的身份生活下去。我谨小慎微，独来独往。在前文中学，至少老师会在上课时传授所有知识，而不是藏着掖着，非要等到培训班上才倾囊相授。我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想再参加一次高考。这次我的目标不仅仅是一本了，而是清北。提起清北2个字时，谢宇的眼里闪着光。这个从小受尽苦难，性格有点怯懦的少年，心底一直是有光的。每年高考查分后，总有人说那个谁才考上2本。有谁看到这个人背后的学习条件？他已经尽力了，但他没得到公平的学习机会。我和谢宇对着天空大喊：“我们要上清北！”声音惊得树林里的鸟群飞到上空，一鸣惊人。查分的前一天，我们回到 A 市，第一个在班级群里发消息的人是宋真。消失许久的他发了个分数截图，709分，大家纷纷恭喜他。我和谢宇没在群里冒泡，我俩成绩在省前50名，不显示成绩和排名。我们的分数现在查不到，但一定是比宋真高的。宋真在群里我是骡子是马拉出来66，你别躲着不出头。我没回应宋真，不屑回应。他的挑战我从未答应应战，我也不是为了跟他比赛去高考的，我是珍惜这个赛道，想尽力证明自己的青春和能力。过2天，我和谢宇查到了成绩，谢宇731分，我比他少2分。谢宇是省理科状元，被谢宇超越，我打心眼里服气。他平时都藏着拙，没办法，真正的谢宇成绩中下等。谢宇在学校里不敢考高分，怕引起其他人注意。老师先在群里谢宇，夸赞他考了全校第1名，还是省状元。谢宇这个大直男，在群里感谢老师，感谢学校，还感谢了我，
说数学这方面没我的帮助，他不可能考这么高分。老师接着夸了我，说我考得也不错。第一个在群里报分数的宋真彻底被忽视，之后的话题一直围着我和谢宇转，谁还管这个品行不端的第3名？连他的狗腿子们也不敢在群里说话。我没报分数，足够让宋真跳脚。我朋友圈大大方方晒出一张插秧的照片和高考分数截图，配文脚踏实地。宋真评论了句“小镇做题家”，校长第一个留言批评他做事先做人。宋真同学，你严重影响了前文中学的形象，难道上一次的公开道歉还不能让你吸取教训？有人把我朋友圈截图发到了网上，本来这事还仅限于校园内小范围的人知道，这一发到网上不得了，宋真引起众怒。有人扒出他中考失利、花钱买学位的事，还扒出他网上炫富的小号，每一条动态都在讽刺侮辱底层人。越来越多人关注宋真和他的家世，原来被宋家花钱压下去的霸凌新闻被翻了出来，宋真几人的身份被扒得精光。很多网友甚至到学校门前举横幅，要求严惩霸凌者，取消霸凌者的高考成绩。有人实名曝光一个视频，宋真的妈妈遛狗不拴绳时，骂一个小女孩：“我的这条狗比你的命贵多了，咬死你我家都赔得起。”问我是谁？大疆集团就是我家的。有人匿名举报宋家涉黑、非法骗取国家土地补偿金等等不法行为。在宋真为他的行为自食恶果时，我和谢宇在被清华和北大招生办的老师围追堵截，那架势比上次校长求我回前文中学上学时还恐怖。我想，招生办老师应该不会像前文中学校长那么脸庞厚、装晕吧，以防万一我这次没敢再当着他们的面做出选择，我生怕再晕一个。我让老师们先回去，等我想好了结果，我发短信给他们。温琪家的司机开着保时捷，载着温琪来我家恭贺我，伸手不打笑脸人。其实温琪只是傲慢了些，品性没那么坏。文文，你是不是只喜欢成绩好的？我回答，我喜欢自己努力上进，同时不会瞧不起别人的人。无论自己成绩好坏，家境如何，都要尊重别人。温琪点头道，你和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都不一样。他们说我们是有身份的人，跟底层人不一样，而你告诉我没什么不一样。我懂了，有些东西我们能轻易得到，也不该耻笑别人艰难的拼搏是自不量力。我报考的是艺术系，学校也在北京，都在一个城市，我有空可以去找你们玩。你们是选择清华还是北大？我和谢宇都选择了北大，为什么呢？因为知乎上选择清华的太多了，不能冷落了北大，而且北大还行。接下来我们进入第2个故事。发年终奖前一天，老总找我谈话，说我薪水太高了，同事意见大，不利于团结，要给我一个人降薪。我的年终奖分给新来的关系户，我爽快地答应，直接开摆。第2天，甲方暂缓打款，全公司发不出1分年终奖，老总连夜求我帮忙回款。我直接回他，我一个人扛太多回款，不利于团结，还是分担给大家吧。小乔，这次降薪上面意思你带个头，你们组你薪水最多，同事们意见都很大，不利于团结。明天就要发年终奖了，顶头上司老罗却把我找去谈话，说要给我一个人降薪。我直接懵了，我是我们组组长，也是核心技术骨干，我是薪水最多的，不正常吗？公司什么时候公开待遇了？不是不让讨论薪水，其他同事怎么会清楚待遇差别呢？我回过神质问，这个吗？只是包不住火的。老罗眼神躲闪，又补了一句，你的年终奖被领导平衡，分给了新来的小刘，年轻人更需要鼓励，才能尽快的成长。行啊，我没问题。我只思考了3秒，老罗倒是语塞了，没想到我这么痛快，好，越来越有大局观了。我看好你，真是可笑。
我辛苦干了1年，尤其项目赶工期的时候，几乎007地泡在项目上。年底不但没有奖励，还要受到惩罚。回到工位，刘冉居然坐在我位置上，电脑主机上插着我的资料硬盘，而我的其他东西不见踪影。乔姐，我体质偏寒，原来那个位置空调不足，我跟罗所申请了坐这里，你跟我换一下不介意吧？我东西呢？我平静地问道。哎呀，乔姐，你会不会生气了吧？要是你生气的话，我换回来就是了吗？你东西都在我那边呢，一样没少。看了眼周围的组员，平时一个个嘻嘻哈哈的围在我周围的，现在都低头假装很忙。不用了，你爱做就做个够吧。组长也让你做好了。我甩下一句话就坐到了刘冉以前的位置。乔姐，你说真的？刘冉却顺着我的话说道。刚才张总也跟我谈话，让我们年轻人要勇于承担，多帮你分担些。我还怕你不高兴呢。他话音刚落，张总过来当着全场宣布，今年开始我们组长实行轮岗制。小刘之前有2年海外留学经验，技术上肯定没问题，语言上也有优势。从今天起他就是新组长，那个案子项目负责人也转为他。乔洛，你也忙了1整年了，可以趁机歇一歇。众人都被这个消息震惊了，办公室瞬间安静了下来。谁都知道刘冉是张总的外甥女，海外花钱混了个文凭回来，连英语说着都烫嘴，更别说懂技术。现在连演都不演了，直接应付上位了。恭喜呀，刘组长，今后带领我们再创辉煌。我带头鼓掌，随后周边掌声也陆续的响起。张总走后，我转身也走到楼梯间，拨通了甲方的电话。舅舅，给我们公司那笔款先不要打了，老板说钱太多影响团结。舅舅被我的话逗笑了，反应过来之后又骂道：你被你们公司欺负了，我早就叫你回来自家公司舒服当甲方，你不听，非要去乙方干那苦逼技术，现在知道后悔了，赶紧回来帮着打理这一大摊子。后悔，但还不到走的时候，只降薪我一个，组长职位突然撤掉，年终奖全给刘冉，统统的都只有一个真相，就是不花1分钱赔偿，逼我自己辞职走人。近年来地产不景气，连带建筑行业也很惨，设计行业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这几年我在设计公司见得多了，无良领导的常用裁员方式不直接 N+1 赔偿，而是用降薪甚至只发底薪，但工作量却暴增，强制997的方式逼你不得不自行离开。公司还不需要赔偿1分钱，毕竟是你自己扛不住要走的呀。我们公司用这种方式逼走了很多骨干，之前我没被如此对待，或许是项目上还要用我，又或许只是还没轮到我。我们公司算是业内有名的建筑事务所，业务萎缩到只有部分老项目后期服务，业务拓展不利时，公司把经营压力垂直传导到生产人员身上，美其名曰人人经营。当时我身为组长，也背负了几百万的合同压力。我妈见我到处奔波太累，直接让舅舅把家族产业国际连锁5星级酒店 LL 的新酒店设计案委托给我们公司了，总设计费都有1000万。因此我所在公司目前最大的金主，居然是我家的家族企业。根据合同，今年是合作第1年，年底不需要回款那么多的比例，甚至以现在行业潜规则，拖欠几年都很常见。但因为舅舅怕我年底拿不到年终奖不高兴，特意交代财务提前给我们公司拨付1半设计费用。我平时很低调，只知道埋头设计和跑工地，他们并不了解我和金主公司的关系。在确定明天甲方会打款之后，生怕身为项目负责人的我分到大头奖金，火速的把我撤职。可惜了，这次他们想裁掉的正好是公司的金主大动脉，就算要裁员，给我合法的赔偿，我也不是不能接受。但现在用这样肮脏的手段，我一个工作8年的老员工绝不可能接受。我决定原地开摆，顺便欣赏下他们是怎么庆祝年终奖的。正好快到中午了，
我先悠闲地去楼下商场吃了个饭，回来在车里睡了个午觉。以前为了赶项目进度，中午我都是随便的在食堂对付一口，再接着争分夺秒的干活。现在嘛，反正也不是我的责任了，这没有甲方催着的惬意日子过着是不一样。下午2点整，我踩点进入办公室，办公桌还是刚才刘冉搬过来乱糟糟的样子，东西堆了满桌，电脑主机线都没接上。我看了一眼，拿了点纸巾就往厕所走。乔组、乔洛，酒店行政层的优化设计图纸改好的发我，甲方项目经理在催。刘冉看到我像是见到救星，踩着小高跟冲了过来，有什么事儿回头再说，我先去趟厕所。我甩下这句话，直接去了洗手间，打开手机免打扰模式，先双排了一把，又追了一会儿剧，腿有点麻了。我站起来，打算再刷会儿短视频，突然听到刘冉杀猪一样的声音在门口喊：“乔洛，你掉进坑里了！打了10几个电话也不接，甲方在催你，没听到啊？”等他咆哮了一会儿，我才慢悠悠地走出来。哦，我手机不小心开了免打扰。今天有点拉肚子，以往他偷懒摸鱼的时候，就经常爱借口拉肚子，我这也都是跟他学的。刘冉急疯了，顾不上生气，直接拉我到工位上，别啰嗦了，赶紧画方案吧。不行啊，我这电脑都没连好呢，怎么画呀？你去我电脑上画，小丁你帮他电脑连好。不行啊，别人的电脑我用不惯。刘冉无语，发现我就是故意的，直接火了，不想画就别画了。小丁你把这个图优化了，我还不信这个公司没有他就转不动了。小丁支支吾吾，说自己之前画的方案被毙了几次了。刘冉又问了周围一圈，大家都表示这个项目经理专业出身，挑剔又不好糊弄，除了我没人能让他满意。刘冉刚来我们部门没多久，还不太了解情况，不就是个方案优化吗？跟我当初申请国外作品集比起来简单多了。我自己来。刘冉推开小丁，自己坐到了电脑前。是啊，就刘组长这种海归人才亲自出马，那肯定得惊艳甲方。我边说边拿出手机，打开了消消乐。刘冉鼻孔哼了一声，打开了开软件。5分钟后，他问了小丁一句：“复制图形点哪个按钮？”我刚喝了口茶，差点喷出来。他清了下嗓子，不自然道：“我们在国外都是用苹果系统，这种老土的系统用不惯。行，你开心就好，最好让甲方也跟你换一样的电脑系统。”刘冉折腾了半天，似乎怎么都不得劲，拉着小丁坐到一旁，他口头指挥，小丁操作修改，两人吭哧吭哧地搞了1个下午都没改好。刘冉已经娇滴滴地给甲方那个项目经理打了好几个电话道歉。5点29分，我踩着点站在机前，时间一到30分，马上刷脸消失在办公室。没想到车子刚开出停车场，张总的电话就打过来了。乔洛，别人都在忙着改图，你去哪儿了？甲方催了一下午，你聋了还是瞎了？马上回来加班，今晚12点前必须交图。张总在手机里咆哮。啊，甲方没找我呀？我不疾不徐。再说刘组长亲自出马，甲方还不是轻松的被拿捏？我就不添乱，先下班了。他刚上任，没你熟悉甲方的喜好。你赶紧回来，这是死命令。年终奖还想不想要了？年终奖，我的不是都分给刘冉了吗？正好让他帮我把班也加了。行，我看你是1分钱别想要了。刘总恨恨地挂断电话，我随手将手机开成勿扰，和闺蜜美美的约饭去了。不用加班的生活还是挺美好的。为了工作，已经记不清多久没和朋友好好的聚了。这1年来，几乎每天都9、10点才下班，通宵更是经常发生。公司高层觉得我们之所以业绩不好，是因为工作量不饱和，可业务量急剧萎缩也不是员工的问题，经营部门不去拓展市场，反过来怪生产部门工作量不足，商业逻辑鬼才。第2天9点，
我准时的上班，打完卡打算先慢慢的吃个早餐外卖，坚决不占用非工作时间完成个人私事。走进办公室，同组同事居然全睡在工位上，一看见我，小丁像看到了救星般的冲了过来：“乔姐，你可来了，昨晚怎么都联系不上你？我们都要改疯了，甲方就是不通过张总让我们集体加班，不准回家。”我看着他们，想到无数日夜里，我们也曾并肩作战，攻克各个项目。但昨天我被撤职时，却没一个人站出来为我说句话，或者哪怕是安慰我一句。这年头找工作不容易，每个人都有难处，我理解，但不代表我心里不介意。刘组长可是高级海归人才，有他在，想必是妥妥的。我敷衍道：“当然，我出马肯定十拿九稳。要不然怎么我是组长？能力不足的就只能打杂。”刘冉意气风发地走进来，一扫昨天改方案的焦头烂额，看上去也不像通宵加过班的样子，近看甚至眉目含春，比平时气色还好。张总紧随其后进来，也是一脸得意：“小乔，我就说还是年轻人能力强思路广，你以为没有你画图，甲方就过不了？没想到吧，小刘人家直接连夜搞定了甲方。”我有点惊讶，昨晚项目经理陆总连夜问我，为什么我们公司突然换了项目负责人。我当时如实相告，对方说如果影响项目会追究我司法律责任。这个陆总一直很负责，不可能这么好说话，随便改变决定。没想到张总又接着吩咐：“今天你们接着整。昨天小刘已经和甲方说好，图可以拖到今晚12点再交。乔洛，你电脑我已经找人装好了，这次你没借口不改图了吧？”哦，原来所谓的搞定甲方，只是拖了一天交图。好啊，上班时间我一定认真的改。我满口答应。这个工作态度就对了，只要甲方满意了，等下午回款到账，我还是让财务给你补个几百块年终奖。张总和刘冉见我屈服，说笑着走了。临走，刘冉还对小丁使了个眼色，意思是盯着点我。等他们离开，我随手打开了电脑，点开摆着，然后打开手机，一边追剧一边吃牛肉粉。慢慢的嗦完粉，才过了半小时，我去了眼旁边一脸便秘似的小丁：“乔姐，你吃的差不多了吗？甲方好像又在群里催了，能不能……”我拿出手机给他看：“没有啊，别担心，群里什么动静都没有。”小丁脸涨得通红：“乔姐，刘组长他新建了一个项目工作群，合着这是把我踢出了项目组啊？那更好。”我彻底的当作无事发生，我摊摊手表示爱莫能助。我都不在群里，可能这个项目不需要我吧。我先去厕所了。我拎起吃完的外卖盒就往洗手间走，先带薪拉屎，然后又去找前台美女，跟她吃了半天娱乐圈的瓜。乔洛，甲方那催得火烧眉毛，你在干啥？还有多久能交图？刘冉和在前台找到我，火急火燎地催道。张总紧跟其后，再度怒吼：“乔洛，我看你是要反了天了，仗着有点技术就不可一世，工作都不做了，干得了干，干不了麻溜儿的给我收拾滚蛋！”我没有犹豫：“行啊，无固定期限合同2N 赔偿今天到账。”我马上打包走人，想得挺美。2N，公司没追究，你不负责任都已经够意思了。张总吃道：“乔洛，公司耗得起，你能耗得起吗？建筑圈这么小，你闹得这么僵，我看你是想以后都封杀了。”饶是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我也气得浑身发冷，心寒到了谷底。没想到人可以这么无耻。这些年我兢兢业业，为公司拿下了多少个项目，创造了多少产值，就因为他的关系户要上位，就这么把别人不当人踩到脚底，还要断送前途来威胁。那你要不试试看怎么封杀我？我冷冷道。张总又想开骂，财务满脸通红的跑了过来：“张总，不好了，不好了！”在张总愤怒眼神下，财务小声地说了句：“甲方拒绝打款，说我们服务没让他们满意。”张总闻之色变，顾不上骂我：“
急吼吼地往办公室跑去。我听了财务的话，没忍住笑出了声。刘冉白了我一眼，打不打款都没你的份儿，不要幸灾乐祸的那么早。说实话，我之所以待在这里忍受这一切，也怪自己傻。刚毕业就抱着对建筑设计的幻想和喜欢来了这家知名事务所，以为可以在此成为飞升行业的设计师，一待就是8年。一开始公司也没有这么没人性，后来行业衰败，业绩下滑，又换了个合伙人，才越来越过分。领导层不安排经营人员多出去拓展业务，反而让生产人员在公司无效加班、重复劳动，内部审核都要无故的改个几10次方案，甚至白天老板都不来公司，晚上10点准时的拿着手机来办公室巡视，照片发到群，哪个部门灯没亮，哪些人还在加班，还点名批评那些空着的工位，谁要是通宵了就会喜提全司表扬一次，但第2天也只让调休半天。老板原话，反正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嘛，什么家庭水管，没有公司养活，你哪有家？这么奇葩的环境，要不是为了这个所谓的项目负责人的责任心，想把手头亲自设计的自家酒店完工，我也早就该走了。闺蜜昨天传授了我不少摸鱼技巧，吵完架回到工位，我打开了她传我的 Word 版小说品读起来，周围嘀嘀咕咕地传来一些讨论，年终奖到账后打算去哪里搓一顿，云。他们没听到刚刚财务的话，还不知道回款出了问题。没多久，张总办公室传来咆哮：发，拿什么发？现在账上连这个月工资都不够。声音太大，整个公共办公室都听得清清楚楚，大家面上都浮上了焦虑，担心这个年终奖会不会有问题。2分钟后，张总把我和老罗、刘冉都喊进了办公室。刚一进去，他就把杯子往桌上使劲的一搁：乔洛，就是因为你不顾大局，现在甲方很不满，已经严重到影响了打款，你看看怎么办吧。耽误了发年终奖，你去跟全公司人解释，关我什么事？我既不是项目负责人，又不负责经营回款，我解释什么？最关键年终奖也没我1分钱，我怕啥？我往沙发上一坐，以一副烂泥扶不上墙的姿态，看着他着急上火。好，老罗，你是他们领导，你说说项目为什么推进有问题？昨天不是说甲方已经搞定了吗？张总，我也没办法呀。昨晚我和小刘陪项目副总好吃好喝 ，KTV 一条龙，好不容易把他哄开心了，把交图时间推迟了。谁知道乔洛他一直不肯改方案，人家上面还有别的领导，耽误进度肯定得发火呀。老罗把责任都推给了我，丝毫不提现在这个项目负责人刘冉的问题。刘冉点头补充道：对了，这个项目本来就是乔洛牵的线，理应他负责回款。张总似乎才想起这茬，拍了下脑袋，语气居然瞬间温和下来：小乔啊，刚刚我火气太大了，也是被甲方催的，你别介意。这个项目既然当初是你拉来的，那你去找中间人说说，先把进度款付了吧。他苦口婆心：放心，回了款，你的那部分奖励公司还是会考虑的。看着他那满脸褶子，我恶心透了，笑着回道：我一个人扛太多回款，不利于团结，还是分担给大家吧。张总和老罗脸色彻底的黑成锅底。说完我就走了，不管里面怎么砸东西骂人发疯。后面就见张总带着老罗和几个经营部的领导一起杀去了甲方。舅舅中午给我发信息邀功，说他们去拜访，都让他们没上得了楼，活生生的在大堂等了1个下午，最后连他的面都没见到。别说要钱了，我满意了，按时下班回家，以为都这样撕破脸了，他们不会再来找我，没想到还是低估了人脸皮的厚度。晚上，张总居然领着刘冉亲自上我家来找我了。为了安全，我没让他们进门。乔洛，对不起，就当是张总求你了，你去帮着回款吧。大过年的，或者你出面找中间人说说，好歹让我们见总裁。
我当面去求他。张总舔着脸说完，又示意刘冉给我道歉：“对不起，乔姐。”他不咸不淡地说了句：“不好意思啊，张总，我只是个普通员工而已，真的扛不起那么大的责任，您另请高明吧。”我说着就要关门，等你把这件事解决，我就恢复你的组长职位。哦，还有，这个项目还是继续给你负责。张总拦着我关门，陪笑道：“开出了自以为诱惑的条件，他真以为我那么在乎这破职位，上赶着要去负责这些破事儿？不必了，这个福气还是留给您外甥女吧。等过了这个坎儿，我怕又把我下了，上上下下的也麻烦。”我说完直接关上了门。不出所料，门外又传来骂街声：“乔洛，你明天就给我卷铺盖走人！瞧瞧，高高在上久了的人，根本演不了一会儿。这次我要是被他说动去回了款，钱到账之后，马上又会被卸磨杀驴。第二天我依旧踩点上班，没想到怎么也打不进。乔洛，你被裁了，这是通知书和你的东西，带上它滚！再出现在这个办公室，就视为盗窃商业机密。”刘冉指着门口的一个箱子道：“不过你跪下来求我，或许我可以考虑帮你求情留下来。”我拿出手机，打开摄像头。好，你再说一遍。我凭什么再说一遍？想去仲裁你就去仲裁个够啊！我看你半点背景没有，怎么赢得了公司？我把这段也录下来了，不是很懂。他这种不懂法的迷之自信是从哪里来的？乔洛，你还是好好的签了协议吧，眼下1分钱没回到，公司也不可能有钱赔你，赖着不走也影响你过年。再说好聚好散以后，在圈子里也好混，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事大姐拉着我劝，希望我签了自愿离职协议。现在这个环境，外面工作多难找，我看你是不知道。要是被调时，公司再随便说几句，我看你就喝一辈子西北风去吧。刘冉笑道：“对你来说，倒确实是很难。”我没跟他多废话，直接拒绝了签字，抱着我的箱子出门就去了仲裁。由于我提供的证据充分，仲裁委很快地受理了我的案件。只是仲裁期很漫长，期间经历的种种，让我对公司的恶心又刷新了认知。好在2个月下来，公司最终还是输了。依照判决，要按照2N 给予我赔偿。本来他们拒绝赔偿，打算赖账，我又立即跟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才要到了钱。据说由于回款困难，这笔赔偿金还是支取了一部分员工代发工资垫付的。由于年终奖迟迟的不发，员工都已经怨声载道，现在再加上工资迟发和007的加班新规，整个公司戾气都很重，分分钟就要爆发激烈矛盾的节奏。到了这种地步，我已经彻底的和原公司结下了仇，甚至听说张总真的利用建筑圈人脉，到处散布我的坏话，说我偷奸耍滑、背信弃义，几乎到了无恶不作的地步，名声严重受损。估计他以为这样，我至少在本地设计圈再也找不到工作了。没想到我拿到劳动合同解除书那天，就入职了自家企业，并且主动的申请负责这个新酒店项目。上任当天，我就吩咐项目经理把项目组成员全部都叫来项目办开会。为了方便管理，项目办设在工地旁的临时板房里。刘冉不顾工地的沙石泥地，踩着细高跟，穿着性感的紧身裙就来了，依旧跟着亲自为他到场护驾的张总。我今天直接从家里开车过来，比其他同事都来得早。他俩估计也没想到会在板房外遇到戴着安全帽的我。哟，乔大建筑师啊，建筑设计圈混不下去了，这是去了施工单位当资料员，还是来我们工地搬砖了？张总恨得我牙痒痒，皮笑肉不笑道。刘冉也笑得一脸得意，不过他厚厚的遮瑕还是没遮不住黑眼圈的憔悴，想必这2个月这个草包没少熬夜。毕竟以他看建筑图纸都费劲的能力，要带这么大的国际项目团队很是困难。从公司前台内听说，张总给他重金请了个外援团队，以私活的形式外包了图纸的设计修改。这种做法市场上也经常有，层层转包，
但在我们项目合同里是明显的违规的。我得知后按兵不动，心里却有了计划，一边着手调查，一边陪他们先玩玩，好好的出口气。见我不回答，以为我羞愧了，刘冉接他话道：“好好的求求我们，我们还可以在甲方面前替你们施工方美言几句，或者给你们漏点油水。无良设计单位可以通过施工图纸的春秋画法，给施工单位偷工减料的空间。但我没想到，在甲方地盘上，他是真的一点不知道避讳。我像看傻子一样的看着他，许是被我的眼光刺伤了。他没好气道：“闲杂人等赶紧离开吧，这里是甲方和设计方开会的地方，不是你们泥腿子来的场合，拉低档次。”我寻思，我只不过为了来工地方便，穿了运动装而已，他们凭什么认定了我就干了施工？我有那么接地气吗？退一万步说，我有那么大的力气？我没理他们，刘冉却拦在门口不让我进。此时其他参会同事也到了，为首的是项目经理陆琪，身后跟着浩浩荡荡一群人。张总换上笑脸迎了上去：“陆总，您辛苦了。”这大冷天的，陆琪看了眼门口的我，还没开口，就听刘冉又冲我凶道：“乔洛，你这人怎么那么没眼力见儿？没见甲方领导来了，还不赶紧让开？是啊，这施工单位的也不赶紧来管管，你们员工在这儿瞎添乱。”张总冲施工方喊道。陆琪和他周围的同事都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不知道这两人哪根神经搭错了。乔总，我们刚刚顺便去工地视察了一圈，发现了一些问题，等会儿会上讨论吧。陆琪没管他，径直走向我。我笑笑带头往会议室走去，直接坐在了会议桌 C 位。张总和刘冉两人此刻已经呆若木鸡，站在门口，嘴巴张得老大，完全无法相信眼前情形。陆琪皱眉：“设计方不打算进来开会吗？怎么一直门外站着？别耽误时间了，乔总一会儿还有会。”被点醒的张总和刘冉赶紧走进来，找了角落的空位坐下。从两人像吃了屎一样的眼神和苍白的脸色可以看出，他们是真的被吓到了。我甚至看到张总偷偷地掐了一把自己胳膊，疼得龇牙咧嘴。会议一开始，陆琪就正式地介绍了我一遍，说我是总部派来主管本项目的集团副总，今后项目的一切重要事宜，包括进度款，都要经过我批示才可以。听见角落的吸气声，我瞟了过去，张总脸色又苍白了几个度，额头也冒着汗。我没废话，上来就把项目的最近管理方案甩了出来。这也是我这2个月维权期间抽空梳理的，其中针对设计方的管理漏洞，我特别一条条的修订过。然后我又让陆琪介绍刚才巡视工地出现的问题，除了部分是施工方的责任，还有不少是设计方的图纸不完善造成的。本来一般甲方项目管理人员和设计方关系还可以的话，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其中也有不少灰色空间。陆琪虽然管理也严格，但毕竟不是画图出身，一毕业就干了设计管理，他对于技术细节的把控还是有所局限。正好我对原公司所有的设计图纸可能存在的一些技术问题都门清。我把设计方最新的图纸甩在桌上，冷冷地质问设计方负责人：“给我个解释，你们最近图纸的问题。”我梳理了下大大小小差不多上百个，都圈出来了。这，张总被点到名，汗水直流，不知该从何说起。让我们项目负责人刘工跟您解释下吧。刘冉被他推起来，也是支支吾吾的，半天说不出一句话，连带着一旁的监理人员都开始不安。也是，他们图纸都是外包给私活团队的，人家又不签图，可以不用负责，随意的乱画交差，反而是图纸上必须要签名的这些设计师、总工、注册建筑师等要签字负责。以前我就质疑过，他们胆子太大了，不懂也不看图就敢乱签字。现在张总看着图纸上审核那栏签着自己的印章，想推掉责任都没法，
想必他无比后悔当初作弊考了个注册建筑师，却连基本的审图能力都没有。他本来就是挤掉原来合伙人那个真正有才华的建筑师才上的位，还经常喷人家太理想化，不知道变通。可是他自己却连基本的设计法律法规都不懂，靠着偷奸耍滑搞关系上位，看够了笑话。我一锤定音，既然项目负责人都无法解释，那就认定是设计方的问题了。设计方承担主要责任，造成的返工全部费用从设计费里扣，做好记录。这一扣，估计没有几十万也下不来。张总啊的一声叫了出来，我看过去，张总还有高见？没有。我对着全场敲打道：在座各位都请用点心呐。我们 LL 项目不养闲人，干得了干，干不了滚蛋。不知道张总和刘然有没有汗流浃背，反正我看他们脸色都变得很精彩。接下来我会让你们过得更精彩。自从知道我现在是 LL 集团副总后，他们好像就通过各种渠道想邀请我吃饭，估计是想握手言和。可是我当过一次傻子了，不会再当第二次，没给过他们一点机会。因为我特意的盯着那些质量问题的整改，设计方最近都被陆琪集中召集在工地现场驻扎办公，动态改图，尤其是这2个月的图纸，几乎是重新画了10几遍。我是最熟悉这个项目全盘，同时又是最清楚设计方可能出现什么问题的人。每次他们交上来图纸，自以为可以了，我却总能挑出问题来再打回去改。并且每一次我都要刘冉这个项目负责人亲自来给我解释。刘冉每天被迫住在工地的宿舍，出入也没有了以前的精致，熬夜过多让他浑浑噩噩，肉眼可见的心力交瘁，估计他都后悔死了。早知道还不如就在公司当一个花瓶关系户，非要逞强当什么技术负责人，吃这份普通人吃的苦。不懂技术可以做管理吗？可以，但是做技术管理不懂技术就好笑。看着他每天唯唯诺诺，又不敢当着我的面甩脸色和抱怨，我心里就爽。小刘啊，你这方案怎么回事？第20版了，你就这水平，不是说海归吗？你们团队要是再改不出满意的方案，我就换人了。现在外面找工作多难啊！我第 N 次对着他的图纸挑剔。本来很多设计方案主观性就很强，要是诚心的想挑，可以挑一辈子。更何况他本就不懂太深的技术，随便问问就露怯，下面人又越发不满，糊弄他。随便改改又交上来也很正常，图纸问题多得数不胜数，他敢怒不敢言，咬着牙道：乔总，我们再去改，一定改到您满意。那我们的回款可以考虑下吗？回款耽误的工期我都还没跟你们算账，等你们把方案改过了再说吧。第2天他终于没来报道，听说请了长病假，暂时把这个项目甩给了其他同事代理负责，顺便还去总部把我告了，说我因为私人矛盾故意挑刺。接到舅舅报信的电话我都笑了。趁着集团分公司10年庆，我让人给作为合作伙伴的设计方也发了几份邀请函。庆典那天，果然张总和刘冉又一起来了。刘组长这病是好了就赶紧回来项目呀。我穿着礼服，举着红酒杯走过去，他像是听了鬼故事一样，当场脸就白了几度。张总见到我也有点慌，脸上笑着，眼神却躲闪，估计在猜测到底对我的投诉有没有用。主持人隆重地介绍集团总裁骆总登场，也就是我舅舅。全场都注视着他，并鼓掌致意。舅舅代表总部致辞后，请来宾自辩。随后他拨开人群，特意地走到了我面前，邀请我跳第1支舞。张总他们眼神一直就没离开过我舅舅，可看到他邀请我跳舞的时候，他们眼神都变了，以为猜到了我年纪轻轻上位的真相。不过我懒得再演戏，直接喊了句舅舅，舅舅也答应得很大声，笑着拉我去舞池。我回过头对张总和刘冉说了一句：不好意思，LL集团姓骆。对了，我叫什么来着？下次投诉我前，
麻烦打听下我名字怎么来的好吗？看到他们见了鬼一样眼神，我觉得这场游戏也差不多该结束了。再和这种奇葩纠缠就不礼貌了。3天后，张总公司接到了我们集团发去的律师函，上面清楚地罗列了从刘冉接手这个项目以来造成的所有图纸错漏问题，以及因此给项目带来的巨大返工费用清单，并附上了张总给我方项目副总行贿换取中间好处，导致新建楼产生严重安全隐患的证据。鉴于他们已经严重地违反了当初甲乙双方签订的合同，层层外包，并出现重大技术问题，无法再继续合作，由此给项目造成了较大的工期延误。甲方按合同约定索赔天价违约金，法院判决后，原公司最终因为天价赔偿原地倒闭，天天都堵满了要账的人，高管们都不敢出门，更别说找其他工作。张总作为法人坐了牢，刘冉也第一时间跑了。不过听说他再去任何设计公司找工作，人家都不要他了，知道他是个干倒亲戚大公司的牛人。我常想，如果我只是一个普通打工族，面对严重不公正待遇时该多绝望。但我想人都年轻过，单纯过，傻傻的付出过的时候，不管怎么样，早些醒悟了就好，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人生相逢。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如果您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希望今天的故事在你心中留下清香。我们下期视频再见。